这1年多的俄乌冲突，让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应用啊，它是其中的一大亮点，尤其是那些低成本的低慢小无人机，像巡飞弹呢，像自杀无人机啊，甚至说就包括我们平时娱乐航拍用的这个消费级无人机，都直接用于作战，这确实有点令人出乎意料。那么如何对付这些难缠的目标，就变成了一个大难题。好在呢，我们是早有预判和准备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说起来，这些低慢小无人机啊，就还有这个巡飞弹呢，还有自杀式无人机，它搞起来真的是令你非常的头疼的，你真的不太好对付它，尤其是如何发现它，发现它了之后，随时能把它干掉啊！而且呢，它成本又非常的低。说这次在俄乌冲突整个作战过程中，无论是俄方和乌方啊所使用的无人机的各种用法，那真是让人是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。你看最近俄罗斯又用这个柳叶刀巡飞弹啊，其实这种巡飞弹它也是一种无人机，就是一种自杀无人机，它就用这个柳叶刀巡飞弹一下干掉了4辆乌克兰那边的 S-300防空系统和德国援助的一个猎豹的自行高炮，就连这个娱乐级的无人机，就是平时咱们拿来玩啊，比如说进行一个航拍的哈，它都可以直接用于军事上的用途了。你比如说它搞这种侦察，甚至它都搞这个炮瞄，就是炮兵侦察瞄准定位用这东西，效果发挥的还真的非常的好，这一点呢真是让人有点意想不到。其实对于这方面的无人机这个的发展，以及这个我们的这种野外防空啊，我们对这种作战模式的演变啊，对这种预判，其实我们早就是有一定准备。你看最近啊，咱们央视有个报道，就是报道咱们某集团军这个6管的25毫米的轮式自行防空炮正式装备入役了啊，我们就把它俗称叫625自行高炮。这个高炮呢是连营一级使用的，它并不是要打这些高大上的目标，强调的就是机动灵活，而且是专门打这种低空突防的飞机，以及咱们提到的这些低慢小的目标啊。最近呢，咱们进行了公开报道，这就说明我们装备有了几年了吧？啊，现在你才公开，一般来说我们装备后相对比较成熟了，我们才公开这个消息，这就说明其实我们早就有准备啊，我们对未来战争形态呢是有准确的预判。那么通过这次俄乌冲突，又对我们这种预判进行了验证，说明我们的预判还是对的。咱们这种625的自行防空高炮呢，它是6管的啊，它这个是加特林式的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它就是重量轻，机动性这个非常灵活，这特别适合我们连营级来使用。第二一个，我们注意一下啊，它是625，就是25毫米的。这个弹药的通用性强，因为从咱们的防空武器的配备来看啊，往上咱们有35毫米的，但这不是连营一级用的啊，往下咱们就是有这个25毫米的。那当然大家讲的还有一个中间，咱们不是经常推出像陆盾这样的这个730吗？这个730的，这其实就是咱们把这个军舰上的舰载近防炮，又搬到陆地上用了，给陆军来用了。但这个呢，实际上还是海军通用性比较强一些。我们在陆军这边啊，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，这35毫米的 PGZ-09这个，还有现在咱们普遍的大量使用的25毫米的高炮，那和现在这个弹药通用性很强的话，就大量的减少我们后勤的压力。第三一个，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在整个的使用和配置上，以及在使用成本上进行了特别的考虑。就在央视的报道之中呢，我们就发现哈，你看这个同样是这个625自行高炮啊，有的上面它就带雷达，有的上面它不带雷达。也就是说，有那么一辆车上它是连雷达带光电观瞄系统它都有，另外一个只有光电没有雷达，这就说明呢，它这个2台车能够形成一个车组，就等于火力翻了1倍，但是呢，也不是说每台车都带雷达，也就考虑到了它的这个使用和装备的成本。因为真正的作战起来之后呢，加强这个火力，你不见得把每一个作战单元都搞成这个高配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来组合，来达到我们的作战目的。通过这个消息，我们是可以看到哈，首先一个啊，我们这种预判是准确的。那这种预判你来源于什么呢？它一定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科技水平啊，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对未来的作战模式进行预判和预测。
你再比如说啊，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在无人机领域啊是做的非常的强，在全世界可能只有中美在无人机领域才是第一梯队的。你想，我们在这个无人机领域啊做的非常强的话，那么对于无人机作战，我们肯定有各种深入的研究。那反过来，你无人机领域强，那怎么去打这些无人机，我们肯定考虑的也就更加的长远。总之，等我们整体的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得更远，动手更早，准备的更早。